朋自远方来啊，不亦乐乎啊！然后我是一个非专业的房地产投资博主，所以说正好我们可以碰撞一下。我是超人啊，这个人犯傻了。Terima Terima kasih。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星星绕地球》。这是小马先生，马来西亚的当地朋友，然后他也是一位博主，然后今天来到我的频道，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马来西亚那点事儿。而且他也自身是一个房地产的投资人，所以说他对这里的房地产会比较了解。然后我是一个非专业的房地产投资博主，所以说正好我们可以碰撞一下，看看给大家可以带来哪些有用的资讯。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马师徒啊，然后很高兴星星今天邀请我来啊。然后你也是专业的嘛，我看你也是拍很多美国的房地产，让我们更加了解在那一边我们触碰不到的这一个资讯啊。那当然也很高兴，他就来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嘛。我说，哎，有朋自远方来啊，不亦乐乎啊，所以是要特地来见见面，给他打打气。谢谢，我先不，在我开始吐槽和那个赞美之前，我们必须要开场。我们要先热场子，因为我第一次那个小马是看我的视频联系我的，然后我一看他的 logo， 他的那个头像，我就说你是个 rapper 吗？我说你就差一条金链子了，你实在是太适合做 rapper 了。他说他不是 rapper， 但是我觉得你的形象不唱一段 rap 来开场热场子的话，我觉得对不起观众。所以说，真的要吗？但是其实的确，因为我这个造型不是因为我不出名，我不像星星，我们就要让人家认到，继续说，哎，这个瘦的手如果侧脸的话，有一点像这个张震岳。我说，哎，那么张震岳，对，我就想，我就有一个就来一段，我爱我的国家，有家庭。今天我们见到，欢迎星星来马来西亚耶！这个一点都不押韵，我靠！全场垮掉。哎，没事，就是我牺牲摄像就是这样啊，就是叫我讲话还可以，就唱歌 rap 差了一点。好了，没关系了。好了，我们正式开始好了。然后呢，其实我来了马来西亚这么多天，其实已经超过10天了。去了久了吗？有来了10天了，有10天了。我就奇怪星星不见了，他说要来了，哎，好久没有看到，一直没有出现，然后终于有一天是看到，哎，更新了第一期了，原来已经10天了。对，因为你听到我的嗓子现在都还是哑的，你放心不会传染你，没有感冒，是因为可能气候的变化，然后觉没有睡好，然后那个时差没有倒好，然后又照顾2个老小孩，我的那对情侣伙伴，然后所以说就没有睡好觉，所以说嗓子就哑了，所以刚开始一直是状态不好，所以就没有出视频，所以现在才慢慢开始努力工作。我们书归正传了，房地产。然后，然后因为我昨天去了 Monkiara， 我一个美国的朋友家嘛，然后就惊呆了的发现，就是我的那个公寓小小的是一个，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 1B， 然后呢，它大概的面积只有40平米那个样子，然后400平方尺，然后呢，我的那个房子的价格在淡季的时候呢是$50一晚上，它是算 Airbnb 的价格，然后呢，它在临近像 Christmas 在临近像Christmas 和 New Year 的时候呢，它的房价就涨到差不多 double， 然后就接近$100的样子。然后呢，按照这个价格我们来看，其实它也已经是很便宜了，因为它是完全全套的，有厨房，然后有洗烘一体的那个洗衣机、烘干机，是小小的客厅，然后它的卫生间也很大，然后一个很大的卧室，然后其实设施是很完备的。这个价格就算是在旺季$100，你这个在美国和在首尔或者说在北京想都不要想，我在就这个价格还仍然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但是我昨天去了 Monkiara， 我朋友那里简直是被惊呆了。我朋友的房子差不多100平米，还有佣人房，然后4个卫生间，然后4个卧室。当然他的那个 maid 的卧室非常非常的小，而且它是整个一个 open kitchen， 一个 open 的那个 living room， 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很 open 感觉的一个露台，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呢，它1个月的租金，然后只要6000，大概差不多6000马币那个样子，可能有的高一点低一点，就6000到7000马币那个样子。但你算算其实我最淡季的时候 book $50一晚上，$15，$15就6000马币了，还超过6000。对啊，还超过6000，就是说，他就跟我讲说，我的这个1室1厅的这个小小的房子的租金，其实比他那个那么大100多平米4个房间4个卫生间的豪华，在我看来是豪华大公寓还要贵。其实
在我们刚来的时候，可能还会觉得啊，吉隆坡其实也还差不多了，也是有些消费也不是那么低的。但我觉得在这里住的越久，就是说其实它的消费的成本，其实你就慢慢的就会往下，因为你就知道怎么样去生活，哪里便宜了，变成马来西亚的人了嘛，因为你都了解了这边的情况。所以说这里的成本其实是住的越久，其实越低。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难怪那么多人过来做那个第二家园 MM2H， 像我的那个美国的朋友就是用的 MM2H 在这边生活。然后这边的确很吸引那些欧美过来的那些上数码游民啊，还有过来退休养老的，还有很多是过来这边投资，那个创业或者说是陪小孩读书的，很多这样的人过来。对啊，其实我们是很有优势，因为我们什么人都可以来。像你说，你们很多华人可以来，中国大陆的、台湾、香港地区的都很多。然后，如果今天你是回教的、中东的，又可以来，我们又是这个伊斯兰教是我们官方宗教。然后你是印度的，我们也很多印度人。对，所以是我们是得天独厚，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喜欢来马来西亚？就好像刚才我想讲的，就是有一些东西要提醒各位朋友，就是你们说你们当来，就好像星星来，我就觉得哇很棒。就比如说 Mont Kiara 的那个100平的那个房子，Mont Kiara 的租金已经算是我们说第二万，就第一级的才收6000马。那今天你住的小小的400平方米的，都可以有6000马币的租金。但是这个有一个 red flag， 就是可以的话，我们建议投资者们，你们来这里买房子，就不要用这个短租的那个租金来做一个。对，我们都是用长租，因为租售比嘛，比较租售比的时候，所以你用这个租售比，你能够获得精准。因为不然，如果今天你不是买这个 Agile， 你是买一些更靠近 KLCC， 还是 Pavilion 那一些，就有很多他们是马币2000、2500、3000方尺，它卖的很贵，但是长租它是租不到这个价钱，它只能用这个 Airbnb 的那个价钱来告诉你，这样子我可以拿到7%、8%或者双位数的这个回报。所以这个是一个 reflect， 就是大家还是要以长租。比如说，如果今天我 Airbnb 现在是淡季，如果 COVID 再一次来了，我们长租可以住到什么价格？因为刚好星星今天在住的这个地方，我看过了很多次，我也曾经想过要入手这个楼盘，但是就没有入手。但是其实它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说你的那一个，你住的那一个没有错的话，你出租你还是1个月长租还是可以租到可能3000马。我的这个房子的长租，我们这里的长租1个月是6000马币。我问了，就是我的房间所谓的长租1个月是6000。隔壁是一个 studio 是不是 ？studio 的多少？studio 我没有问，就我那个是6000，甚至多一点，6500马币。然后我这个户型呢，当时拍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到时候回去可以再跟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这个是1户2钥匙，这个房子很有意思。它是你买下来之后，它其实是一个门进去，它是那个密码锁门进去，它有1和2两个门，然后右边的呢就是 1B 一个完整的一个 apartment， 右边就是一个 studio 的样子。但它的空间也很大，我爸爸妈妈就是住在那个 studio。然后呢，那个 studio 呢，它其实就是也是有厨房、有洗衣机、冰箱，就是什么都有。但它就是没有分开2个房间，就相当于把卧室和 living room kitchen 合在一起了。对，所以那边稍微小一点，那个但空间很舒服。是大概3000到4000，然后如果你的 one bay one bath 的，就是可能有4000、5000，因为不同的装修，可能不同的需求，它的那个价格会上下，所以也是非常值得投资。我这一次在吉隆坡还没有来得及，其实我想重点考察的2个楼盘，就是可能还没有2个地区是不是？对，不是2个楼盘，是2个地区。其实一个是 Mont Kiara， 就是 expat 区，还有一个就是这边的高端华人特别喜欢的 Desa Park City， 也就是在我第一个视频里面提到的那个就是小姐姐她所跟她这个先生在这边新买的开箱的一个高级公寓，在 Desa Park City。对，那么 Desa Park City 的话，就是我给予的那个评价是，这里要小心，是很多人来他们会说，我们这里这个发展会成为 the next Desa Park City， 大家要小心。Desa Park City 只有一个，你是很难找到可以去复制它的，因为它很难复制第2个，所以它的那个价钱就一直在堆叠，它供应有限嘛，就越来越多外国人喜欢那边，它就跌到很高。所以你说它有没有那个价值吗？它有，但是它价值值不值得这么高吗？所以这个就见仁见智。如果你投资 Desa Park City， 你是拿来自己住的，我喜欢那边的社区，就好像新加坡来的，他们就把他新加坡的 HDB 卖了，然后就在第2家园来买了一个 Desa Park City。如果你买来自住的话 ，OK。
但是如果你说你买来你要投资的话，那么你就要想它价值这么高了，它还会不会高指数的增长？那就很难说。这个讲到 Desa Park City、Monkiara 还有那个就是 KLCC 的一些投资的性价比，这个其实我在从美国来之前就做过一个，看你做了一个研究，对，我有做过，我又做过 research， 然后去做比较他们的那个比较一下他们的那个就是租售比，我是按照20美金，就是那个20万美金，就是按照一套我的那种小户型20万美金卖，然后呢就是50万美金一个晚上这样去 average 算，因为我大致看了一下，因为它这里基本上旺季淡季和所有的东西 balance 起来，我就算它50美金一个晚上，然后它这里的入住率其实是相当高的，现在几乎是100%，所以说我就这样大致估算一下，其实我这栋楼的性价比是非常高，因为我也 consult 另外一个很知名的这边房地产投资博主，他就说其实你住的这个楼盘是在这个 center， 就是那个 KOC 是最具性价比的一个楼盘，所以说这个楼盘当时我算了一下，它的那个如果按照20万，就是说20万美金我的户型，然后呢50美金一晚上这样去 average 算，它的一个那个租售比是差不多有9%，然后我也看了那个 Monkiara 和 Desa Park City， 就按照它的买房的大致的户型的价格和它可以出租当时的户型的价格，然后其实我当时专门还就是做了这么一期视频，但是我没有剪出来，到时候我可以把它剪出来给大家看。大致的比较呢 ，Desa Park City 会稍弱一点 ，Monkiara 呢，因为它的特殊性，因为它那边基本上都是老外，然后老外其实他们都不是买房，他们都是去租房，所以说那边如果你买来之后把它租给老外，因为他那边的需求很大，这个租金和他们在欧美的租金简直是没得比，所以他们给得起这个租金，所以那边的租金会偏高一些，而且也因为 Monkiara 的房价会比 Desa Park City 低，所以说 Monkiara 的那个它的租售比呢就比 KOCC 会稍微低一点，现在那边就是全是长租，它的价格会稍微低一些，就像我朋友的那个样，他的房子那么大，然后他的租金也只有6000，租售比会比那个 Desa Park City 会高一点，是居于在 Desa Park City 和 KOCC 的中间，然后 Desa Park City 呢就相当会低一点，会差不多只有它的租售比我当时算过一下是大约好像是3%那个样子，会比 LA 的普通的那个新楼盘同等时间的新楼盘要高，但是呢，在这3个地区的比较下来 ，Desa Park City 会低一些，可能就是最低。KOCC 就旅游区大量的游客在这边租，所以说它的短租市场非常的旺，也导致它的租金很高。然后呢 ，Monkiara 呢那边是 expat 去租，但是是长租，它那边的需求也很多，所以说很多人你在那里买了房子呢，它可以大量的把它出租出去，所以说那边也还 OK， 只是租金会平一些。但 Desa Park City 呢，那个房子房价它的溢价就像你说的一样，它的房子的溢价很高，比其他的这2个地方溢价要更高一些。还有它那边都是大户型，然后都是一些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或者说从国外过来的华人，有钱的华人在那边买房子，大量的是去自住的。我觉得分析的挺到位的，但是大家知道，今天我们投资房子，我们有2个方式赚钱，一就是 capital gain，二就是那个租金 rent， 就是你的 ROI。所以今天你要买那个地方，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而买。如果今天你要买在 Desa Park City 的，因为它的房价已经这么高了，就是你不可能从那个 cash flow 就是租售比那边赚钱的，所以你唯有你能够要么就等升值，就是等它的价值上升。因为好像有些人，如果你看到我们很多网友就说，马来西亚房地产不可以赚钱，到处都贷起，他可以说对，可以说不对，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一个神话，最资本增值最高其中一个就是在 Desa Park City。我就问一下你，以你的了解。可能大概在15年前，就07、08年的时候，一个双层排屋，那时候在 Desa Park City 就是 double story， 大概在700千马币。我给你预测到今天多少钱？那个双层排屋 700K， 15年过后到今天，你猜一下，我给你猜一下 ，triple double， 今天 triple 吧，15年你不赚个 triple 就很不错了，是不是？对。今天超过300万，哇，差不多至少翻了4倍到5倍，但是没有人，当时那个概念就是因为它是 gated garden， 你需要给管理费，是在哥崩这个地方，有人不是告诉你 Desa Park City 就是哥崩的一个部分，就是一个这么 local 的地方，怎么可能有人要给700千去买那个 double story？ 我的师傅去了看了没买，结果他就损失了一个
5倍，就是所以早5倍知的一个当初机会。对，但是今天我说它还可以再翻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说你买的 Sabah City 你就很清楚，你租售比肯定不会高，因为你就是靠那对，个，它是靠 appreciation，就好像你们一些豪宅区一些什么区，这个是意义。那么第二，你看 Monclara， 它就处于在中间，对，它资本增值它也会有，因为它是外国人的地但方，它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高，它有一点，但是它租金也不错，因为外国人他不会要买这里的房子，它是他会租 temporary demand of space， 他们来这里外派，租金无所谓，反正公司给，而且生活也很不错的一个地方。OK， 第二，然后第三，像比如说在这一边这个很好租售比，可能如果你拿来做 Airbnb， 至少 10% 的那个租售比18,000是可能没有问题的，如果在旺季。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当你要卖的时候。这边的房子不好卖，我听说了。对，但是你买这个还 OK， 因为它是属于整个 KLCC Bukit Bintang最有性价比。对。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买在双子塔隔壁的，在百威年隔壁的，像那些之前5年前我去拍的，我还傻，我还不会房地产。那边原来那个出手我去拍的那个这样的一个视频，原来那边是楼王，曾经香港的一个风水师、买了一个4000房子600万，他讲我持有了10年没有涨价，赚一点卖掉，就是持有成本也亏了。但是你那个是收藏品的那一种什么，就是有赚有亏，所以你要知道你是为了那个 capital appreciation，你是为了 cash flow，还是你要中间像 Monclara 的，所以这些大家都要非常小心。对它，所以来做一个投资，这3个地方其实你买的时候，它投资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你要很清楚，你要很清楚，那么你就不会，为什么我租金这么低？你买在 Sabah City 你还要租金高，所以这个就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Desa Park City 就像我第一个视频提到的那个，就是在这边来买房的那个女孩子，就她开箱的那个房子，从她那个房子，她的公寓已经涨很多了，涨非常多了。对，我不记得是多少，大家到时候我把它那个打在屏幕上，那个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得到。就说他的房子从他买到他搬进去就已经涨了，好像几十万了，就是已经涨了非常多了。所以说 Desa Park City 那边的房子的溢价，你说溢价也好 ，appreciation 也好，那边是涨得最快的，是最高的。对。但是它能不能持续涨，这个没有人知道， Nobody knows， 就是你自己要去衡量的一个风险。那么如果你做资产配置，比如说你可以有一套你是买 capital appreciation， 然后第二套你是买这个 cash flow， 这样你的组合你就会比较平均，你的风险就相对来说比较低。如果你全部是买这 Airbnb 的产品，万一再来一个 COVID， 没有人租，全世界停摆，那么你的资金能不能够撑得住？这些也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大局观。没有啦，这个是我们分享嘛，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投资者，我们也是希望来的人，这些投资者第二家园的，他们来旅居的，他们买到那个房子会赚钱，这样我们才会有更多人愿意他来这边。或者另外说，最近马币不是起很多嘛？就如果你在马币最低的时候，比如说你在马币美金1对 4.8 的时候，你买了这一边，现在1对 4.0， 你就汇率你就赚了20%吗？但是当时那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但是就是你又赚价，你又赚汇率，所以就是说经济周期。然后我还有讲说的是马来西亚房地产周期，我们上一个房地产的牛市是在2015年。2015年到现在距离多久了，星星10年，任何东西有周期。现在我们第二家园，我们经济，我们的 GDP， 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很多网友，我没有说他们错，他们说马来西亚公寓不能买什么，不能什么的。对，这个我也在网上有看到。但是你看那个姐姐买的就是公寓，我们楼王，我们的 Park Region， 我们的 Nora， 任何还没有起好就已经赚20-30%。所以他的意思说，不是说不能买，有没有买到赚的投资的，只是看你要不要买，你会不会？对，会不会？你会不会分析？你够不够安全？所以你买到这个货就是赚钱啊！现在就算它价钱不涨，如果每一个月都超过 double digit 的这一个 cash flow， 这是很不错的一个投资。这一个 cash flow 是最高的。是，所以就是我现在这个楼盘。所以我的师傅告诉我，为什么要买阿娇？因为就是整个区域你找不到用这个价格买到这个，可以 walking distance to DRX，walking distance to Pavilion， 然后还有它是现房。如果今天你买在隔壁那个，你要等4年后才可以收租。对，这个是很好的。所以当时我来之前是有做 research 的，我住那个阿九住这里KLCC， 然后去看 Monclara 和 Desa Park City， 就把我感兴趣的3个区域先看一看。对，我们像有朋自远方来，我们就要来见一下，就是要看一下，希望更多人。他说春节还要来1个月，来介绍一下这边的。春节是想来拍这里的春节氛围，他们说特别的传统，因为我
常年出国，就很少能感受到这样一个传统的春节。我在家也只有我跟我爸妈，所以说我们的春节从我奶奶过世之后，其实没有感受到那种传统春节的氛围，所以说有点考虑，像春节的时候也来看看马来西亚的春节。可以看一下我们槟城，对，信州桥就是有很多很完整，从年除夕、年初一到15哈，不是我们马来西亚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没有最完美的，只有最适合的，看适不适合你的。太会说话了，小马真的太会说话了。观众朋友们，我最近开通了频道会员，加入会员会有专属视频内容和小福利哦。欢迎一起加入星星绕地球的会员，会有更多独家内容陪你一起看世界，请支持养成系博主我哦。然后呢，我来马来西亚肯定是绝大部分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印象。我觉得马来西亚当地的华人帮助我呀，甚至于帮助我父母很多。我觉得他们就说你在路上可以感觉到你甚至于像在德国那样的温暖，就是说你在路上，就是说只要是你说中文遇到任何的问题，然后其实华人他们都会有些当地的华人他们都会主动过来询问你需不需要帮助。其实我觉得 OK 的，如果像星星他们就会讲英文嘛，如果是我们马来同胞还是印度朋友，其实都 OK 的，我们都愿意去帮助的，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但是你有什么困难什么，可能你去有店面的地方啊，有一些不错的人，他们还是会愿意给予协助的。这是好的，很多很多好的东西。那比如说吃东西也是很棒啊，然后这边的很多的设施，像这个他们的这里的叫做 Pavilion， 很多的 mall 都非常漂亮，很现代，我们的公寓也很棒，这些都是好的东西。但是也遇到了一些令我们就是可能来之前没有预料到的一些东西，就例如这里的 Grab。然后我当时住在这里 Pavilion 的中心区的时候，有的时候想去周边的一些景点玩，就发现呢，在中心的地带，比如说2公里以内的地方打车，你打车要30分钟，结果走路只要10几20分钟，所以搞得我们刚来的这几天每天都在暴走，因为我爸爸膝盖都走得不行，在抱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Grab 呢，它这里等待的时间都比较久。不过当然像你说的，这个也跟我们可能，如果你在市中心可能堵车比较严重，那么他来他可能也需要更长的时间，就可能他错过一个路口，那么就堵在车龙里面了，就可能那个 Grab 它也需要更长的时间。像你说的，就可能之前本来你一打车你就要下去，因为你怕车要到了。现在可能你还没化妆，我就打车。打车的期间可以化个妆，录个视频呢。看那个车真的到了，然后你才下去啊，就这样可能就节省一些时间。还有一个就是 Grab 的车费，就说例如我昨天去黑风洞，我去的时候60几马币，回来的时候可能只要10几20马币。我是想讲的就是这里的 Grab 的车费是变化是非常大的，像我们的 Rush Hour 可能它的价格就上调个几块钱人民币，美金可能就几美金，但是在这里它上调的幅度可能是2倍甚至于是3倍的价格，所以说你可能去一个地方60几马币，然后回来却10几马币，那个时间段不一样 ，Rush Hour 的时间不一样，所以说它那个价格变得很大。还有一点就是你如果说是像你是一个游客，你不熟悉一个地方，你不要在那个 Grab 上反复查询一个地址，查询几次。当你点2、3次，然后他就会说啊，随着那个现在那个因为需求上涨，所以你的车费随着相应的上调。我有的时候就是不太熟悉，然后我就查一个地方就 check 那个 distance 和 check 那个时间 check 了几次，然后他就把的价格给我 double 了，这一点大家要小心。所以就是说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车费加上去了，对，是不是？所以说这是 Grab 我觉得比较 tricky 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东西是我觉得当时就是还不熟悉 Grab， 因为是到吉隆坡的第一天，然后当时我订了一个车，然后看到它要10几分钟才，好像13还是14分钟才能到，我就嫌太久了，我就把它 cancel 了，然后重新立马又订一个，然后看又是10来分钟，太慢了，再 cancel 一个，然后每次结果还是10来分钟，然后我每次给他写的理由就是要等待时间太久，结果我 cancel 了3次之后，然后他就说，因为你 cancel 了太多次，你的价格好像是你 cancel 了太多次，然后你的价格会上调，会上涨。结果我发现我 cancel 了3次，然后它的等待时间不同的车需要的时间都是10几分钟，而且我后来我回来的时候，我的车费涨了一个几乎接近 double， 然后我就想，最后我就说我服了，我彻底的被驯服了。所以说我知道了，在马来西亚基本上 Grab 你预计的时间都是10分钟，不要随意 cancel， 你会付更多的钱。这个给大家讲一下，是使用的体验吧。对，就是使用的一些体验。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告诉朋友的是，就是也是我来马来西亚之后，就是之前没有预计到的，就是这里的普通超市，例如 NSK， 它是没有猪肉卖的。
他好像卖猪肉都在特定的区域。我爸妈已经去了超市很多次了，没有买到过猪肉。本来想煲汤，你们是在哪里买猪肉 ？OK， 它其实一般上它都会有，但是它就会放在一个角落或者另外设一个区域。另外设一个区域是吗？它会在 NSK 里面，可能你要问工作人员。哦，要问啊，所以它会有猪肉的，它会有猪肉的。哦，我跟我爸妈可能刚来的时候不熟，去了2次超市，然后反正我们自己去找，然后就鸡、牛、羊，然后还有海鲜、鱼，就是打死都找不到猪肉。你没有尝试过去问人吗？你没有，应该问他们。NSK 肯定会有。我们问过一次，他们说没有，可能在他们是这样的。后来我问了一些人，他们不是在这一个区域，他们是在外面，你要把车还了，在另外一个区域，甚至于你的同样的这个购物车都不能推进去，就是怎样的，反正他们全部是分开的，他好像在外面另外一个区域。一般上不会这样，就像有时候我们去 NSK， 我们也会买那个烧肉，它就有那个烧肉卖的，但是不是全部，就是如果除非你刚好那一个是，比如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级的超市，可能它就没有，或者普通一般的超市。超级市场广场里面的超市，它是会有一个区域是会有我们所谓这个 non halal 的 food 的，就像酒啊、这个猪肉啊都会在那一边。那可能是我不知道了，因为我爸妈去了超市。除了 NSK 好像都是一些高级超市吧，所谓的就是 mall 里面的超市。我们目前为止只去过3个超市，一个24小时的超市，一个 NSK 我没有去，我爸爸妈妈去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附近的那种 mall 的类似于 pavilion 的超市。然后只在 pavilion 的超市下面看到过，就是同样的区域吧，摆在一起的有猪肉卖，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猪肉的。对，所以我们后来的猪肉是我们的那个粉丝群的一个群友请他的哥哥，可能他们是当地就割了肉，然后还开车给我们送过来的，然后给了我们很好的，当然是有付钱的，我们的运送费也付了的。所以这些你是来旅游去吗？如果是长期居住，你在华人区的话还是要买到猪肉还是不难的。对，不，我不是说买到猪肉难，就是说这个买到猪肉肯定是在这边那么多生活的华人，有那么多肉骨茶，买到猪肉肯定是很容易的。只是说第一次来旅居生活或者游客就发现，我们浦东这个超市找不到，对，找不到猪肉卖，但是它是在一些特殊的区域，你可能要去问或者去一些特殊专门不是那种清真的超市或者说中国超市才买得到。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不是吐槽，就是所谓的我看到的其实我这个不算是吐槽，应该算是我看到的感觉跟我想象的东西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我感觉到的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在这里呢最好不要横穿马路，然后呢一定要按那个灯，然后让它按序的去横穿马路。因为什么呢？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在这里车是不会礼让行人的。因为我的区嘛是就是因为是那个市中心，然后这里的是不是我说得罪人的话了？没有，但是我跟你说，因为你不会一个东西，如果有机会我就教你。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我有的时候就没注意，或者说有的时候它真的车，因为那个地方有的时候可能是小街，它真的车流太慢了，它就塞在那里不走或者怎样的，然后或者行走的很慢，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没有耐心，我就没有走得很远，因为我真的走不动了啦，观众朋友们走不动了，每天都在没有打车走很多，因为打车太不方便了，对。钱倒是没有什么，就要想省时间，然后就把腿都走断了。有时候我爸爸实在不想绕得很远再去等那个行人灯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做了1-2次违规的事情，这个是观众们不要学的。但在这里，当我有错误的这种行为，然后去可能横穿了一下马路的时候，这里的车是不会 slow down 的，而且它不仅不会 slow down， 它会拼命的大声叭叭叭按喇叭去警告你，然后把我吓一大跳。对，你要怎样让车你过？你现在还住在美国是不是？对。你有看美国队？你有看那个 Iron Man 吗 ？Iron Man 那个钢铁侠。钢铁侠有一个手势。就是这个就是，然后他们就知道你要过马路，他们但是你要看情况，他冲上来你也不可能这样子。比如说我看到冲上来，我是超人你就是要有机会要亲自给你示范，就是我现在要过马路了，我这样，我就是叫他停，让我过的意思。他就不会对着你是摁喇叭，对不对？起码他知道你要过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会看到你们来马来西亚要学会这一个
Iron Man 5个手的这个手势，你过马路啊叫他停，这样当然你要走一些有那个人行道的地方，或者是他停了你过，不然有时我其实我有一次就是走人行道，然后还被叭叭就按喇叭都不 slow down，我当时觉得有一点 rude，所以有点你观察一下是不是本地人呢？他是不是会使用这个 Iron Man 的这个说，给你停，先给我过，但是。还有另外东西就是可能现在人有很多情绪嘛，趁机这个人犯傻了还按多几次，对。其实我看到你们这里的公共交通还是很方便的，因为像我走路去 Pavilion， 好像走路去所有的这种比较热门的景点，都看到很多的那个地铁的出站口，都非常的方便。OK 啊，如果你是在市中心，有一些像他们老外还是什么，他们都用公共交通嘛，因为我不用驾车。但是像你说你要去甲洞吃那个什么。肉骨茶特别的肉骨茶那一些可能你就另外驾车，但是如果说你是去著名的景点，像我们 TIX 啊、百元年啊、KLCC 啊，还是市场街这些都有公共交通。对，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我看到那种热门的区域都是好几个地铁出站口。然后这里也是提到，当时我说到那个 Grab 的等候时间都比较久的时候，然后就说有当地朋友跟我讲说，因为这里的人呢，就说基本上出门都驾车，而且甚至于一个家庭基本上都有2-3辆车，所以说车比较拥堵，然后大家都是坐车的，所以说用 Grab 的人不是那么多，所以说可能也是等待的时间比较长。这是听当时一个粉丝跟我讲的。当然也可能因为那时候疫情嘛，导致到就很多 Grab 司机可能是那个司机又不够，导致到那个需求提升的话，就变成那个车费就无形中也增加了。其实 Grab 倒不一定很贵了，我觉得在正常的时间 Grab 的费用是很便宜的，只是说有的时候突然你看到10几块钱的价格变成60块钱，你要吓一跳。对，我们本地人有时也会看那个时间，因为真的2倍3倍，其实那个费用真的很高，高峰跟普通。因为我是说，因为你可能你司机不多，然后你突然同一个时间。你就有这么多的需求，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吃不消。基本上我感觉这里的是，就是需大于供的，所以说它的供求关系不是很平衡。基本上我们在这里叫车，司机都不会立刻来，它基本上就是还有前面一个 stop， 然后下一个再来接你，所以说基本上都是10分钟。对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然后这个话题就到这里了。还有一个东西要跟观众朋友们讲的，就是那个我这次过来，我以前以为吉隆坡这边马来西亚、东南亚是没有小费的，然后其实发现其实在这里吃饭，如果你是在 Pavilion 呢，这样的大型的 mall 的 food court， 或者说在那个。像游客区的那些夜市的那些大排档，它其实都要收10%到6%的那个 service charge 的，其实就相当于小费了。然后在机场也是要收 service charge 的，只有跟当地人去吃饭，然后他们去到那些 local 的餐厅，全部都没有小费，全部都没有 service charge。对啊。为什么你会说在商场啊，在游客区的地方会有？因为它的生意额到了一个阶段，比如说100万马币，它就必须要征收这个6% 的 service charge 或者它的这是政府的规定。政府规定它的生意额。当然，如果你说本地的餐厅为什么没有收，可能那些就是道地的小餐厅，还是他们生意没有规模没有这么大，他就没有去收那个服务费。真的吗？像我昨天去吃饭的那个甲洞的那个叫什么星际那个肉骨茶，其实他应该要收的，因为他的生意也很好。他的生意好到不得了，我觉得绝对比我在那个 Pavilion 任何一家那个餐厅吃到的生意要好。但是对，他们有他们的方法。但是我说不可以说的这么明，但是就是说可能他自己承担还是怎么样，但是就是就不要有一个误解，是因为在一些地方，因为有一些你躲不掉嘛，你开店在这个，但是对，你还是要付的。但是其实我这里也是要，其实我的点其实并不是说这个 service charge， 因为它在我们看来嘛，就是其实 service charge 就跟小费是一样的嘛，是给人家服务的一个回馈，然后它也是加在你的餐食的那个费用上的。讲的就是说，一般我们游客去吃饭的地方，一般都会有 service charge， 但是我其实看到当地人一般自己去吃的那些餐厅，其实很火爆很旺，它也没有 service charge， 其实还是一个区别的。我的意思就是想说，就当你在吉隆坡生活的足够久的时候，然后其实你的生活成本也会逐渐下去，因为当地人他会知道去哪里真正去吃饭，所以他们就说我在 Pavilion 这附近的那些高级餐厅，所谓的高级餐厅吃饭会比较贵，然后其实但对于我们来说，它仍然是便宜的，因为在美国我们的小费都给18%到20%，甚至于25%，所以说这个10%到6%其实是远远少过于美国的。对，我也已经随乡入蜀了，我也想跟大家拍拍我的穿搭，看得到我吗？要站得足够远。我这一身衣服
是在云顶的一个马来西亚的很便宜的马来西亚品牌的 local 商店买的，就很舒服。帕蒂尼啊，一个 T 恤，我也不记得牌子了，反正是你们 local 的品牌，我就买了。是不是已经马来西亚化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是像马来西亚当地人哈，有一点。对啊，再掏一口马来话就是变成马来面。教你最简单的，Terima kasih， 谢谢，这个一定可以用。Terima kasih。Terima kasih，Ter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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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sih。Subscribe 星星 ，Subscribe 星星。Oh yeah，OK， 那我们的这期视频就结束了，谢谢小马，拜拜，拜拜。欢迎大家扫图片上的二维码，加入我的东南亚躺平交流群，交流互动哦。既欢迎在考虑退休、海外旅居或投资之类的观众，也欢迎东南亚当地的朋友，大家互相交流，交个朋友哦。